陈塘发愣了3秒，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王总的无耻程度啊！500万还不够，更加实在大开口，打算敲诈1000万。呵呵，老虎不发威，真当自己是病猫。旁边的韩优越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一脸恼怒地盯着王珂道：王珂，别太过分了，有些人你得罪不起，别到时候后悔都没地方。韩优越本身虽然年纪不大，但能作为陈氏家族西南地区情报女王，本身的气场其实也是不弱的。韩优越身上陡然释放的气场，让王珂心中也咯噔跳了一下。陈塘这个傻逼看起来倒的确是其貌不扬，但跟在陈塘身边的这个美女，似乎也是从18楼下来的啊。虽然王珂对韩优越不了解，但却还是有些忌惮的。这位美女，王某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只是这个陈塘撞坏了我们公司的油画，老板那边我必须要给个交代啊。美女没必要为一个会写2个毛笔字的小子出喉吧。王珂稍微试探了韩优越一句，韩优越有些狐疑的转身看了陈塘一眼，这个少爷还真是有意思啊。陈氏家族明明是那么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富可敌国，权势滔天，但陈塘居然假装自己只是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书画先生，扮猪吃老虎。这个少爷真会玩啊！陈氏家族那几个窝囊废物，怕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王珂见韩优越还在迟疑，继续开口道：美女，我做主给您一张帝王卡，里面现金10万，以后您和朋友来帝豪酒店消费，一律5折，如何？这对于王珂来说也算是下了血本。10万块现金，消费5折的帝王卡，帝豪酒店总共也没发出去几张。若是韩优越真的是某个大势力的人，那倒还算是投资对了，但若是韩优越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这10万块就算白给了。韩优越心头一阵无语，这个王珂真是不知所谓啊，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所挑战的对象是谁。堂堂陈氏嫡系少爷就价值10万块，一张帝王卡。韩优越刚准备发飙，陈塘连忙对韩优越使了个眼色，转头对王珂道：行，1000万是吧？还要不要加价？不加价的话，给账号吧，我马上让人转账。1000万都可以转账。王珂和旁边的齐军对视了一眼，不是说陈塘只是林氏家族的窝囊上门女婿吗？自己都在 KTV 打工，怎么可能一口气能拿出1000万？林氏集团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据说林氏集团现在自身都面临着几千万资金缺口，也不至于为陈塘的错误买单吧？脑残！你就吹牛逼吧，陈塘，你他妈能拿出1000万，我今天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袜子生吃了下去。齐军一脸肯定的道。秦瑶在旁边一阵冷笑，陈塘，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穷就承认嘛，要这么死要面子有意思吗？非要大家拆穿你？要我说，跪下道歉，认个错不就得了？秦瑶还在逼逼，陈塘实在忍不了了，闭嘴！陈塘再次转头看向王珂的时候，王珂居然感觉背后有些发凉。这个陈塘的眼神虽然平淡无奇，但却让王珂有些发慌。哼，陈塘，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别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底细，林家的窝囊上门女婿，自己都还在 KTV 打工吧？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明天就没工作？现在我改变主意了，那1000万我不要了，今天老子就要你下跪求饶。话音落下，王珂朝周围那群保镖呵斥了一声，都给我上！哗啦，周围早就准备好的一群保安一窝蜂地朝陈塘和韩优越冲过去。韩优越好几次都打算爆发，但陈塘却硬生生制止了。现在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陈塘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准备才行。陈氏家族控制全球，想要接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砰砰，陈塘出手击倒了4、5个保安，但最后却还是被2个保安一左一右抓住，架到了王珂的面前。王珂一脸得意地看着陈塘，上前猛然一脚踹在陈塘的肚子上，麻蛋，让你嚣张！
来啊，你现在嚣张一个给我看看，跪下！旁边的齐军看到陈塘终于被拿下，心中也长长舒了一口气。傻逼，跟王哥斗，你还嫩了点儿。刚才因为陈塘的缘故，齐军被王珂也踹了一脚。此刻齐军抓住机会，上前也一脚踹在陈塘的肚子上。齐军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秦瑶，道：瑶瑶，我这样对他，你不会心疼吧？秦瑶冷笑一声：心疼？军哥你开玩笑呢？这个傻逼，我连多看一眼都懒得多看，怎么可能会心疼？只要军哥高兴就好。陈塘被2个保安抓住，冷冷看着秦瑶，心中一片冰凉。这就是自己之前看上的女人，如此狠毒，目光如此短浅。2个保安得到王珂的命令，手上用劲，便打算强行将陈塘朝地上按下去。但此时陈塘却全身气劲流转，站在原地岿然不动。刚才和保安打架的时候，陈塘可以利用气劲护住身体要害不被攻击。王珂和齐军上前踹一脚的时候，陈塘可以护住肚子以免受伤，但想要陈塘下跪，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王珂，你非要做得这么绝？陈塘最后狠狠看了王珂一眼，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陈塘已经不愿意再忍耐，等待帝豪背后的老板出面了。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欺负成这副德行，真以为陈氏少爷就这么好欺负？王珂不敢和陈塘的眼神直接对视。给我打，先打断他的腿，打残了丢出去。直觉告诉王珂，这个陈塘很危险，要么就要一次性将陈塘弄趴下，不然王珂会寝食难安。是王总。周围7、8个保安拿着棍子冲过来，便准备朝陈塘的腿上招呼而来。陈塘和韩优越对视了一眼，2人刚准备动手，从酒店大门口，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朝大厅里冲进来，人还没到，猛然一声大喝道：住手，统统给我住手，你们要害死我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保安纷纷住手，朝男子恭敬鞠躬道：董事长好。好个屁！男子没有理会这些保安，快步朝王珂走过去。王珂一脸谄媚的道：董事长，我……啪！回应王珂的是一个清脆的耳光。王珂直接被扇得2眼冒金星，身体在原地转了2个圆圈。董事长，这……啪！又是一声清脆的耳光。王珂郁闷的都快吐血了。我操！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谁能告诉我这 UTM 是什么情况？帝豪大酒店背后的董事长，众人都知道是刘强，但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其实刘强也不过是表面的代理人罢了。帝豪酒店背后真正的老板却是云城首富卢占峰。刘强刚接到卢占峰的紧急电话之后，便第一时间朝酒店这边赶来，但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老板卢占峰没说陈塘是什么来头，但却说了，就算卢占峰见到陈塘，也只有下跪的份儿。而现在王珂那傻逼居然让人狂揍陈塘，还想让陈塘下跪。刘强双手有些颤抖地摸了一把额头的汗珠，对着那2个抓着陈塘的保安呵斥道：混账东西，你们还不放开！说话的同时，刘强忙不迭地上前将2个保安推搡开来，开口道：陈少，我……看到刘强这个样子，陈塘便知道应该是卢占峰，敌已经将消息放出去了。既然如此，陈塘也就没必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不等刘强说完，陈塘直接开口打断刘强。看了一脸懵逼的王珂道：王珂，打狗还要看主人，当着韩总的面，你居然还敢对我动手，这是不给韩总面子啊！陈塘陡然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让到场的刘强有些发懵，但韩优越却立马明白陈塘的意思了。商业这还是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身份，打算用自己做挡箭牌呢。韩优越对陈塘点点头，转身冷冷看着刘强道：刘董事长，今天这事总要给个交代吧？若是不满意，哼，后果你自己清楚。说话的同时，韩优越目光朝陈塘看了一眼。韩优越说的轻描淡写，但刘强却听得后背都汗湿了。老板再三交代，
绝对千万不能得罪陈塘，不能让陈塘有任何不爽。但现在却闹成了这个局面。刘强虽然有些不明白为什么陈塘将韩游月推出来当挡箭牌，但毕竟刘强也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猴精的，顿时明白陈塘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不过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让陈塘高兴。刘强转头狠狠看了王珂一眼，此刻杀了他的心思都有。所有保安不想滚蛋的，马上去将王珂揍一顿，谁揍得最厉害，谁就提拔为队长。啊！周围10几个保安听到刘强的话，一时间在原地愣住了。董事长可是王总市总经理呀，刘强没好气的在那个保安屁股上踹了一脚。总经理个屁！我现在正式宣布，帝豪大酒店辞退王珂。从今天开始，他不再是帝豪酒店的总经理，而且我将在整个云城封杀他。王珂在旁边听到刘强的话，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董事长别啊，您别开玩笑了，这个混蛋小子弄坏了您最喜欢的油画呀。王珂还没搞清楚情况，还在尽力狡辩，但此刻的刘强早就惶恐不安，看了一眼地上的油画，忙不迭的反驳道：闭嘴，谁我说喜欢油画了，我们自己的国画那么好，干嘛要喜欢外国的？这个王珂脑袋被门夹了吗？不知道刚才陈少说自己是写字画画的，还敢让陈少不痛快。看到几个保安还在发愣，刘强猛然一声冷喝：混账东西，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吗？还要我说第2遍？动手！是，董事长。得到确定命令的保安顿时像一群狼一样朝着王珂冲过去，砰砰砰！王珂被一顿围殴，声音在人群中还在不断惨叫：你们这群白眼狼，轻点儿，别打脸！我操！孙成你个孙子居然踹我裤裆！哎呦，董事长，这不公平啊！还有齐军，是齐军那个混蛋怂恿我的。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王珂知道自己真的完蛋了。这个陈塘还他妈真的走狗屎运，首先是唐老救驾，而现在跟在陈塘身边的这个韩总似乎来头也不小。不过就算自己完蛋了，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刘强听到王珂的话，身体不由一顿，转身朝周围扫了一眼，谁是齐军？齐军看到刘强现身，对着王珂就是噼里啪啦一顿狂揍，心中就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听到王珂供出自己之后，便准备带着秦瑶悄悄离开，可才刚刚移动脚步，几个保安便拦住了齐军和秦瑶。董事长，他就是齐军，打！刘强眉头一皱，轻轻挥了挥手，砰砰砰，大厅里传来王珂和齐军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刘强摸了摸额头上的汗珠，上前2步，在陈塘和韩优月面前站定，恭敬的道：陈少韩总，您看还满意吗？韩优月看了看陈塘，没有开口。陈塘可是陈氏家族嫡系3少爷，韩优月可不敢轻易帮陈塘做决定。陈塘你个傻逼，别以为你认识几个人多了不起，你敢惹军哥，哼，告诉你，你摊上大事儿了。你不知道军哥家里有矿啊，还有打扮的跟狐狸精一样的臭女人，你嘚瑟个鸡毛，马上放了军哥，否则我跟你没完。陈塘和韩优月、刘强几人相互看了一眼，心中都是一阵无语。这个女人那是有多无脑啊，都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女人居然还看不出好歹。啪！刘强气愤的反手一巴掌戳在秦瑶脸上。小丫头片子，刘某不打女人，但今日刘某为你破例。陈塘可是老板都要下跪的人啊！还有这位神秘的韩总，这个蠢女人找死吗？来人，给我把她拖下去！刘强一巴掌将秦瑶扇到一边之后，对着几个保安呵斥了一声。而此时地上的齐军也被打得鼻青脸肿，都成猪头了，声音都变弱了几分。小姚，快，你帮我求求陈塘，让他放我一马，我快要被打死了。军哥！秦瑶看了齐军一眼，在2个保安手里挣扎着。
齐军继续开口道：“小姚，快求他，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追过你，肯定会听你的。要不你答应和他开房，他一定会放过我的。哎，别打了。”秦瑶不清楚帝豪大酒店后面的背景，但齐军却知道啊。齐军家里那点资产在秦瑶面前装逼还可以，和帝豪酒店相比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现在刘强出面给陈塘撑腰，齐军根本不是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先保命要紧。军哥，你怎么能这样？我现在是你女朋友啊。秦瑶有些委屈地看着齐军，看到齐军被那些保安一脚接一脚地踹着，脸上的肌肉都跟着一抽一抽。齐军被几个保安摁在地上，哭丧着脸道：“没关系，我不介意的，反正大学那会儿你们也是男女朋友，他不是一直想睡你吗？让他睡一晚上又不会少什么零件，快救我，明天我给你买爱马仕。”为了保命，齐军也算是真的豁出去了。丢脸不要紧，关键是先度过眼前这一关再说。现在陈塘身边有这个神秘女人撑腰，怕是打死自己也是白被打死。秦瑶站在旁边，听到齐军说买爱马仕包包，眼前顿时一亮：“军哥，别说了，我看着你挨打，我心都疼死了。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话音落下，秦瑶转头看着陈塘道：“陈塘，你不是想睡我吗？好，我满足你，只要你放了军哥，我们马上去开房。今晚随便你折腾，我绝对不说二话。”秦瑶真的心疼齐军，笑话。秦瑶和齐军因为什么在一起，双方都非常清楚，各取所需罢了。秦瑶之所以答应帮助齐军，不过是为了10几万的爱马仕包包而已。刘强的2个保安抓着秦瑶，听到说秦瑶是陈塘的前女友，一时间也都愣住了。刘强也有些不知所措，这几个人的关系有点复杂啊。既然秦瑶是陈塘的前女友，那么若是弄得太狠了，他到时候也不好交代。刘强将目光转向陈塘，在等待陈塘的决定。陈塘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听到秦瑶的话，心中不由暗暗摇摇头。算了，教训一下就算了，反正我也没损失什么。韩总还要请我去帮他写对联呢，是吧，韩总？陈塘转身朝韩优越眨了眨眼睛，韩优越顿时明白了，面色一沉，朝刘强道：“对，刘董事长，这几个人你看着处理吧，走吧，陈先生。”韩优越对陈塘伸了伸手，引导着陈塘2人一起朝门外走去，留下王珂和齐军2人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看着陈塘离开的背影，王珂和齐军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这个陈塘还算识趣，哼，狗仗人势罢了，下一次难道还能这么幸运？刘强亲自送韩优越和陈塘离开之后，再次回到酒店大厅，冷冷扫了齐军、王珂等人一眼：“滚！胆敢再招惹陈先生，打断你们的腿！”韩优越将陈塘亲自送到林初雪的住处，看着陈塘进入别墅，才恭敬离开。别墅客厅里，林初雪光着脚丫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陈塘进来，侧身微笑道：“回来了。”因为公司资金缺口的事情解决了，林初雪的心情似乎不错，穿着一身紫色薄纱睡裙，白皙的锁骨袒露在外，有几分女人的性感。去给奶奶准备了一件礼物。说话的同时，陈塘从身上将刘天雄给的那一对耳环拿出来，递给林初雪。林初雪有些狐疑的将耳环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形状和之前买的那一对还有些相似，不过材质看起来林初雪却不太了解。“你从哪里弄来的？”“去见了一个朋友，之前帮过忙，他送我的，应该也价值几10万吧。”陈塘含糊搪塞了一句，并不打算多解释。林初雪长叹一口气，也只能这样了。现在林初雪和陈塘手里的钱也不够买一件像样的礼物，而恰好陈塘拿回来的这一件，形状看起来和之前被林峰打碎的那一对还很相似，明天送出去也不至于丢人。时间不早了，快速洗澡睡觉吧。林初雪起身，面色有些羞涩地对陈塘道：“我在楼上等你。”
听到林初雪的话，陈塘一愣，转身有些迟疑地看着林初雪，在楼上等自己，这什么意思啊？林初雪被陈塘这样眼灼灼地盯着，更加羞涩，有些娇嗔的道：你别想多了，我只是说我们可以睡一个房间，你先打地铺，我会试着接受你。对不起，最后一句对不起。林初雪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道歉。陈塘在林家生活这么多年，后面跟林初雪结婚了，但林初雪却从来没给陈塘好脸色看过，也没有将陈塘当作家人，也没给过陈塘一次亲近的机会，这对陈塘不公平。今天在 KTV 里，在商场那边，陈塘都那么拼命地护着自己，还找同学帮公司拉投资。林初雪内心被触动，所以打算尝试着接受陈塘，让陈塘上楼同住一个房间算是第一步。陈塘看着林初雪娇羞的样子，脸上浮现一抹笑容。老婆，还算了吧，我还是睡楼下好了。林初雪娇媚地看了陈塘，娇嗔一声道：哼，怕我吃了你吗？你楼下的东西我都帮你搬到楼上去了，快去洗澡。陈塘一阵无语，这个小妮子倒是行动果断迅速啊。好吧，洗澡上楼睡觉。虽然两人第一次同住一个房间，有些尴尬，但一晚上倒是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早，两人收拾了一番，林初雪开车便朝着奶奶的住处赶去。今天是奶奶的生日，若是去晚了，那些长辈怕是又要挑刺儿。两人赶到奶奶住处的时候，林峰和二叔三叔还有其他几个长辈都已经到场了。看到林初雪和陈塘两人进来，林峰顿时阴阳怪气的道：哟，这不是林总吗？奶奶，我可听我们的林大总裁说了，昨天给你买了一对80万的耳环啊，快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啊。昨天林峰亲眼看见耳环被打碎，而在云城那样的耳环只有一对林初雪和陈塘两人，绝对不可能再找到同样的一对的。为了讨好奶奶，林峰早就在奶奶耳边吹风了，说林初雪准备的什么礼物，目的就是想要林初雪和陈塘难看。林初雪没有理会林峰，而是上前到奶奶面前道：奶奶，生日快乐，祝您寿比南山，福如登海。坐在上手的奶奶鼻孔中冷哼一声，初雪阿峰说你给我买了一对翡翠耳环，拿出来让我看看，奶奶正缺一对耳环呢。演戏？陈塘鼻孔冷哼一声，眼神在林峰和奶奶身上扫了两眼，目光更是在旁边的二叔、三叔以及小姑其他几个长辈亲戚身上停留了几秒。这些人都一脸看好戏的看着陈塘和林初雪，很显然这些人都已经串通一气了，等着看好戏呢。陈塘眼神凝重地盯着奶奶看了两眼，心头却是想起昨天林峰所说的话，林初雪在总裁的位置上没几天了，看来奶奶今天是真的铁了心打算夺权啊。估计公司拉到投资的事情，这些亲戚都还不知道吧。林初雪微微一笑，我还怕奶奶不喜欢了。陈塘，快把礼物拿出来吧。林初雪朝陈塘招呼了一声。林峰和二叔林钟、三叔林成在一旁淡淡的看着林初雪和陈塘两人，其他人不清楚，但林峰是最清楚的。昨天林初雪所买的翡翠耳环是他亲自找人打碎的，林初雪和陈塘两人能拿出来才怪。陈塘伸手在衣服兜里摸了两下，甚至将裤兜都翻出来了，却没找到之前装耳环的盒子。林初雪脸上闪过一抹慌张，怎么了？陈塘耳环了？出门的时候不是拿着吗？对呀，现在怎么不见了？多半是落到了车上。车钥匙给我，我去车上找找。陈塘这倒不是装的，出门之前装着耳环的礼品盒，陈塘的确是放在裤兜里的，但现在却真的不见了。说话的同时，陈塘朝林初雪伸手要车钥匙。林初雪脸色有些尴尬，你快点啊！在旁边一直等着看好戏的林峰此时终于抓住了机会，哈哈一阵大笑，哈哈哈！我的好堂姐，原来你说买了80万的耳环，是骗我的吗？哼，奶奶把公司交给你就是一个错误，
公司经营的快要破产不说，还学会了欺骗。我看都是陈塘那傻逼教坏你的吧？这样的狗东西就不该待在我们林家。陈塘对林峰的手段自然再清楚不过了。说实话，现在只要陈塘一个电话，林峰立马就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陈塘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陈塘觉得现在还没这个必要罢了。但这也不意味林峰可以肆意妄为。林峰说话放尊重点，就算你不尊重我，但最起码你要尊重初雪，她是林家长孙女，爷爷指定的继承人，而我是她老公，你应该叫我姐夫。这一点最起码的家教，你爹没教你吗？陈塘的话听起来并没有多犀利，但话语中却是夹枪带棒，不光是将林峰骂了，顺带连林峰的爹林中也骂了。林峰没家教，这是林中的问题。尊重？尊重个屁！陈塘，你什么来历还要我说？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条狗，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在 KTV 天天伺候人，赚的钱够养活你吗？林峰冷哼一声，实话告诉你，今天赵公子也会来，赵公子才是堂姐最好的归宿。若我是你，乖乖滚蛋，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赵公子。陈塘和林初雪两人对视了一眼。赵成义，关于这个人，陈塘了解一些。云城数一数二的赵氏财团大公子，上大学的时候就追求过林初雪，但林初雪却没答应，甚至后面哪怕林初雪和陈塘结婚了，赵成义都没放弃。而今天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林峰却将赵成义公然请来，奶奶没有反对，看来是默许了林峰的行为。有意思，越来越有意思了。本来陈塘以为今天奶奶的生日宴会只是一场打压林初雪和自己的契机，或者是夺权的契机，但现在看来赵成义也入局了，这件事就更好玩了。陈塘还没开口，林初雪快速上前2步，反手一巴掌狠狠抽在林峰脸上，啪！清脆的响声在大厅里传响，林初雪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林峰，你太过分了，至少现在他是你姐夫，请你放尊重点。现场一阵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一直温文尔雅的林初雪居然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公然扇林峰的耳光。林峰可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啊，这样打林峰不是打奶奶的脸吗？但陈塘却知道林初雪这是已经忍耐到了极点。之前林峰在公司里对林初雪使绊子，林初雪都忍了，可昨天在商场那边，林峰不光是和林初雪抢耳环，还怕人砸碎了耳环，今天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碾压侮辱陈塘。林初雪忍不了了，若是陈塘还是和之前一样默默无闻，平凡无奇也就算了，可是昨天在 KTV 后面，在商场后面给公司拉投资，接二连三的事情联系起来，林初雪发现了这个陈塘似乎和之前不一样。在 KTV 的时候，张老板的保镖正准备下死手的时候，刘烨恰好出现，时机那么巧妙，这一切真的是巧合。林初雪昨天晚上想了很多，心中有一种猜测，虽然还没验证，但林初雪对陈塘的心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至少不可能让陈塘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被侮辱。你，林初雪，你疯了，居然敢打我！奶奶，你看林初雪她像什么样子？林峰捂着半边浮肿的脸，一脸委屈地朝旁边的奶奶诉苦。奶奶阴沉着脸，初雪，你这是干什么？为了一个外人打自己的弟弟，你长本事了啊！哼，陈塘这个窝囊废物，我也看他不顺眼，没买礼物就没买，何必装什么大尾巴狼？整个家族里面，除了爷爷是真的疼爱林初雪，其他人对林初雪都没什么好感。对于奶奶的态度，林初雪早就有所预料。转头看了眼陈塘，陈塘，你去车里拿礼物。陈塘点点头，没事吧？没事，我能处理。林初雪能掌管林氏集团这么长时间，本身自然也还是有些魄力的。对于家族内部的这些矛盾，林初雪还不至于多么虚火，至少目前来说，奶奶他们还不至于撕破脸皮。
陈塘从林初雪手里拿过车钥匙，转身朝大厅门外走去。林初雪不卑不亢地反驳着奶奶道：奶奶，陈塘是我老公，明媒正娶的和我结婚，怎么是外人？奶奶既然看我们不顺眼，等陈塘将礼物拿来之后，我们马上就走，留在这里也没意思。林初雪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似乎真的打算离开。听到林初雪的话，林峰顿时慌了，眼神有些求助地看着奶奶。今天林峰和奶奶、二叔等人可是策划了一场非常大的局啊！若是林初雪和陈塘两人走了，那这个戏就没法演下去了啊！奶奶，林峰开口提醒了一下奶奶。奶奶不动声色地给了林峰一个眼神，示意林峰安心。林初雪爷爷去世之前，将整个林氏集团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林初雪打理，就算是奶奶也无权过问。不过对于奶奶本身对爷爷的决定是不满的，所以这2-3年，奶奶暗地里说服几个儿子以及一些股东，为的就是打算在今天夺权。恰好公司出现了资金缺口，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奶奶自然不会放过。稍微平息了一下情绪，奶奶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怎么，初雪长大了，奶奶说你2句就跟奶奶赌气？行了，既然你护着自己的老公，奶奶也就不多说了。今天是奶奶生日，怎么也要留下来吃饭了再走。奶奶暂时妥协了，现在时机还不到。林初雪的几个舅舅小姨都还没来，要等这些亲戚都凑齐了，林氏集团的股东也就来得差不多，那个时候才有机会对林初雪发难。既然奶奶服软，林初雪也就顺坡下驴。林初雪父母死得早，林初雪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对于奶奶，林初雪暂时还无法狠心。别墅大院外面，陈塘离开别墅大厅的时候，便拨通了庞老的号码。庞老，我需要林氏集团内部所有核心成员的资料，你懂的，关于他们的黑料。对了，还有赵氏集团的。陈氏家族作为地球最强家族，庞老更是在西南地区经营了这么长时间，想要了解这些家族内部的资料和秘密，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好的，少爷，1分钟后所有资料全部发到您手机上。庞老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老爷子派庞老到西南地区，目的就是要辅佐陈塘的一些准备工作，庞老自然早就做好了。陈塘走到林初雪那辆宝马车旁，打开车门，附身在前排座下面找寻了一番，果然礼品盒是掉在了座位之下。陈塘将礼品盒捡起来，再次进入客厅的时候，客厅里已经陆续又来了好几拨人，有陈塘认识的林初雪的大舅、二舅、小姨，还有几个陈塘不认识的。陈塘拿着礼品盒上前2步，恭敬地递给奶奶。奶奶，生日快乐！奶奶坐在上手，淡淡地将礼品盒打开，伸手从里面拿出一对火红的耳环，晶莹剔透，在灯光下像是燃烧的火焰一样。耳环摸在手里，入手温润滑腻，给人很舒服的感觉。虽然奶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材质，但奶奶毕竟是大家族的老祖宗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看到这对耳环的第一眼，奶奶便喜欢上了。不说，奶奶面上却没有表露出来，淡淡的将耳环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小夫妻俩有心了。林峰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陈塘居然真的拿出了一对耳环，形状和昨天那一对还很相似，不过毕竟不是同一款。这个陈塘和林初雪居然还有钱买同等价位的一副。林峰派人调查过林初雪，林初雪本身的那1000多万的存款都砸到公司里去了，陈塘又是自己一个人在 KTV 打工，应该不可能再有钱啊。看到这对火红的耳环，林峰眼神中闪过一抹妒忌。今天本来就是要让林初雪和陈塘难堪的，至少要让陈塘丢脸知难而退。林初雪恭敬地回应奶奶道：这是陈塘给奶奶您准备的，奶奶喜欢就好。林初雪朝陈塘递了个眼色，很显然是想把功劳让给陈塘，让奶奶能对陈塘改变印象。但站在旁边的林峰心里却不由一动，原来如此，
是陈塘后面自己买来的吗？林峰上前2步，从桌子上将耳环拿起来，在手里掂量了2下。哦，原来是我的好姐夫买的。呵呵，该不会是在地摊上2块钱一副买来的吧？陈塘眉头一皱，这个林峰真是没完没了啊。陈塘刚才将耳环递给奶奶时候，就拿出手机在迅速扫着关于林家内部人员的资料，恰好刚才看到了林峰的一些黑料。林峰，我们是一家人，非要跟我撕破脸皮。陈塘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峰，这个林峰在林家内部丝毫没掩盖自己的野心，一直想要夺取林氏集团的控制权。可惜的是，林峰这个人志大才疏，虽然奶奶强行在林氏集团内部给林峰安排了很重要的职位，但林峰做事情却做一件搞砸一件，在公司内部并没有多少威望。林峰鄙视地看了陈塘一眼，谁跟你一家人？你就是……林峰有准备开口大骂，但看到林初雪不善的眼神，硬生生将后面半句话憋回去了。若是再被打一巴掌，林峰脸就真的挂不住了。陈塘，你自己说吧，这耳环你到底花多少钱买的？林峰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主动转移了话题。多少钱买的？这个问题还真的难倒了陈塘，因为这个耳环是刘天雄贡献给陈塘的。虽然刘天雄说只是价值800万，但陈塘就感觉这个耳环应该远远不止800万，应该也要几十万吧。陈塘随口说了一个数字，林峰却像是抓到什么把柄一样跳起来。哈哈，什么叫应该？我就说你是从地摊上几块钱买来的吧，你还不承认？嘿，大家看，这耳环上价格标志都没有，我还说它价值好几百万了。窝囊废物，就是窝囊废物。堂姐，擦亮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吧。林峰将耳环在众人面前晃荡了一下，耳环上的确没有任何吊牌，标志也的确像是地摊货。初雪，你们该不会真的是买了一个几块钱的地摊货来糊弄奶奶吧？这样就不厚道了。旁边林初雪的小姨张兰开口帮腔道，小姨早就说过，陈塘就是个废物，垃圾堆里捡来的永远就是垃圾，你还不信？哎，初雪，不是三叔说你掌管整个林氏集团，就不该跟陈塘这样的人渣结婚。趁着今天大家都在，你和陈塘离婚吧，我想赵公子应该是你更好的归宿。三叔也开口了，初雪，你看看陈塘这怂包样，他能带给你什么？吃软饭吗？就是他拖累你，让公司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只要你和陈塘离婚，我们大家保证还是支持你管理公司，将公司做得红红火火。趁着这个契机，众人七嘴八舌，立马开始了对林初雪和陈塘的第一轮攻击。林峰在旁边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而奶奶坐在上首沉默着，并没有阻止众人。林初雪有些歉然地看着身边的陈塘道，陈塘，对不起，今天我不该带你来的。